首度攜手 7-Eleven 往期饗宴，这是吃過以來最好吃的一款。以雞湯的等級來講，我覺得這算是 Top 5 Top 3，比它前面還要強10倍。就是沒有特別會說，因為跟百種園它聯名會有什麼感覺？比起之前喝的還好喝非常非常多。안녕하세요, 대만 친구 여러분. 저는 백종원입니다. 首度攜手 7-Eleven 往期饗宴，打造14道獨家配方料理。 한국 음식 좋아하시면 이번에 꼭 드셔보세요.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開箱 7-Eleven 推出百種園聯名的14款的商品，但是很遺憾，我們只有買到12款而已，因為其實它其實還算蠻熱門的。第一個，我們現在幫大家開箱的是黑白大廚跟百種園他們聯名的叫做甜牛肉甜奶油意大利麵。那我們來開箱給大家看。聽說這一款意大利麵，我看到有一些網友他們寫的評論說，哦，這個意大利麵是他們吃過 7 曾經推出的意大利麵以來，他們覺得最好吃的一款意大利麵。我們來試吃看看吼，看是不是像網友說的，真的是吃過以來最好吃的一款。我們現在試吃一口，覺得第一個，它的麵的嚼勁，就是麵的彈性，軟硬適中非常好，不會像有些。7它之前的加熱的意大利麵有些過軟，就是咬下去就馬上斷掉或幹嘛。它麵的彈性還算蠻好的，它帶有很香的青椒牛肉味，因為它裡面有整塊的青椒跟牛肉。那我真的覺得還蠻好吃的，只是偏辣，有點微辣。虽然它是甜奶油，但是帶有點微辣，所以如果你怕辣的人，不一定建議去買這個，因為它有點微辣。那整體的味道，還有麵的嚼勁，還有牛肉的味道，牛肉的彈性也蠻好的，不會說很柴或是很乾、很難咬，很像橡皮筋那樣子，也不會。牛肉的話也還蠻軟硬適中的。那它的牛肉屬於薄的牛肉，喜歡像比較厚一點的牛肉，像之前 7有出過一個牛肉拌麵，它的肉是比較厚一點的。那這一款的牛肉是屬於比較薄一點的，那口感相對也比較好一點，因為比較厚的它會稍微比較難咬。那我這一款確實我們還蠻推薦這個甜奶油意大利麵的。第二個來開箱，這個一樣是麵的韓式牛肉拌麵，它基本上打開的話就是滿滿的醬料直接全部覆蓋上面，還算是蠻重口味的啦。不是韓式牛肉拌麵，是韓式牛肉拌飯才對。对，不是拌麵，是拌飯，它就是還算蠻重口味，整個醬料都在上面，所以如果你比較清淡的，可能你可以自己考慮看看。那我們來試吃一口這個韓式牛肉拌飯，其實味道蠻豐富的，也蠻好吃的。它裡面有加上黑木耳啊，還有青菜、胡蘿蔔，那整體的口感層次非常多。那所有的配料跟菜其實都不會因為微波以後或爛掉。那它很厲害，是它在這個牛肉拌飯裡面有加入海苔跟黑芝麻，算是真的很正統的韓式牛肉拌飯啦。就像我剛剛說的一樣，口味稍重，那它的辣的程度比剛剛前面的意大利麵還要再更辣，但其實還不錯，還蠻棒的。這個我還蠻推薦的，只是口味真的太重。接下來來開箱這個，很多人他們去買1、2樣一定會買的，其中之一是韓式漢堡排粉紅醬燉飯，這個是在網絡上看到大家一定會買的。可能是因為有漢堡排的關係，然後它漢堡排從外觀上面看起來給了蠻厚的一塊，那我們也可以來開箱給大家看。打開是這樣子，那的漢堡排有這麼大一塊，其實蠻厚的哦，而且比起一般的有一些漢堡排飯的話，它給的漢堡排大概大1.3倍左右。对，然後它還有一個小小的花椰菜，我們來試吃看看。比起剛剛前面吃的韓式牛肉拌飯的話，這一款的韓式漢堡排粉紅醬燉飯味道來得溫和非常多。其實比起韓式牛肉拌飯，我更推薦韓式漢堡排粉紅醬拌飯，我更推薦這個，因為它其實整體的味道可能有搭配起司還有粉紅醬關係，帶有一點甜味。它的漢堡排還蠻有彈性的，還蠻扎實的。因為大家如果吃過像有一些，或是以前的一些早餐店的漢堡排，其實咬下去好像不知道在咬什麼，好像沒有咬到是肉的感覺。但這個它漢堡排虽然可能都是組合肉，但是它會有60%至70%的真的肉的口感，不會像組合肉的口感，因為它還蠻彈性，而且就代表它漢堡排它蠻扎實的。那粉紅醬的話，
它整體的飯也蠻厲害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之前，應該說 Seven 的常態的海鮮燉飯，它其實它的飯比較糯一點，比較軟糯一點。那這個粉紅醬拌飯，它的飯整體經過微波後，也不會像之前的海鮮拌飯那麼的軟，那它比較 Q 彈一點。那最重點是它在它粉紅醬調和下，其實還蠻滑順的，蠻好入口的，比較會受大眾去喜歡這個，因為前面的2個口味算是蠻偏重口味的。再開箱第3個便當是辣烤豬肉便當，這個也是蠻多人會買的，就是前面第1個、第2個是稍微比較少人會買的，這個是辣烤豬肉便當。那我們來開箱看看，它基本上跟台式的一些便當一樣，大概就是3個配菜1個主菜，3個配菜1個主菜就包含蛋啊，然後冬粉泡菜，然後配上一個牛肉，对，牛肉是主菜。那我們來吃看看。刚剛第1個吃它的配菜，第1個泡菜的話，我覺得普普通通，蠻普通的，就是一般的便当配的泡菜，沒有特別突出。因為我記得有吃過之前的 Seven 出了有一款燒肉便当，但它裡面有一半的配菜是泡菜，它那一款的泡菜比這款的泡菜好吃。這款泡菜好像稍微有點敷衍，味道不是很足。那這一款冬粉的話，它在咬起來的时候，它全部都粘成一团的。冬粉應該有面的一些調理在，但是它全部配起完，所以我覺得配菜這個冬粉也不是特別喜歡。那來吃吃看它這個蛋，難免在加熱餐盒裡面出現的蛋會比較硬或幹嘛，但是它還是一樣偏硬，因為經過調理的關係，它吃起來會有點像橡皮筋的蛋，也不是特別推薦。最後是這個它的主餐。反而在它配菜不是很出色的情況下，我剛吃了一口它的主菜，这個豬肉其實蠻好吃的，微辣，但是帶有一點點甜味，就是辣中帶甜，然後整體的豬肉口感非常有彈性，然後吃起來非常新鮮，不會有什麼豬肉的臭味，所以還蠻好吃的。那這個便當的話，我只能說整體來講，我比較不推薦。主菜很好吃，但其他配菜稍微有一點點普通，甚至說隨便的感覺。下一個品項，我們來開箱它的糯米雞湯。那它裡面給的是像雞翅的這個小腿排，還有一小塊雞胸肉，那大概約莫4塊肉，然後還有一根小小的人參。对，那我們先來喝喝看它的湯的濃郁程度，或者說它的味道。其實湯很好喝，非常好喝。以雞湯的等級來講，我覺得算是 Top 5 Top 3了。對，所以其實雞湯非常喝，非常濃郁，雞的香味摻雜的人參味，其實在今天剛好是冷氣團來襲，喝起來真的非常溫暖，這個蠻推薦的。我們再來吃吃看它的肉，肉也非常棒，因為很多雞湯裡面的肉可能因為經過長時間的浸泡或幹嘛，它的肉會變得非常沒有味道或是乾柴。而它的雞湯裡面的肉還算是鎖住它原本的該有的香味跟香氣，所以整體雞肉不管是口感非常有彈性以外，它的香氣也還是保留它原本人參雞應該有的香氣跟味道。那加上它很濃郁的雞湯，我覺得這個雞湯超級推薦。再來開箱這個Seven 跟百種園聯名的御飯糰，它是韓式海陸寶醬。它裡面的飯是有點像是煮過的燉飯糯米飯，它本身的飯不是白色的，不像一般御飯糰是白色的，它是黃色的。那我們來試試看看。這一道御飯糰的話，它裡面的內餡的料，跟它圖片展示出來比起來的話，偏小蠻多的。這可能也沒辦法，畢竟御飯糰就這麼大，那它裡面需要的一些蝦子啊、海鮮在圖片上展示稍微比較大一點，但是真的吃起來只吃到一點點。那它這一款的飯糰，我覺得沒有那麼出色。御飯糰本身它可以發揮的效果有限，那我覺得吃起來跟像 Seven 常見的一些韓式御飯糰比起來，我覺得差不多。味道我覺得也沒有特別濃郁，就是偏辣。那裡面的料還好，就是小小的、少少的這樣子。整體推薦指數不高。接下來要吃的是韓式炸起司年糕。那因為它的包裝剛在 7-Eleven 的時候就已經被店員把它拆掉拿去加熱烤了，所以現在的話它烤出來是這樣子。那我們來試試看看。以加熱吐司來講，烤的就是像一般 7-Eleven 大家吃過的加熱吐司，所以外面其實沒有太大差別。那裡面的年糕跟內餡的話，個人覺得
如果你喜歡吃年糕，不一定要買這個加熱吐司，它有一點點沒有烤熟，這個有關係到其實所有的 7在烤這個加熱吐司的話，他們設定的時間都是一樣的，所以可能難保你今天去買的時候，他們設定的時間一樣的情況下，也有機會像我這樣出现，這個年糕是有一點點沒有到完全全熟，嘴裡面會有一點點難咬，但還是可以吃。那它是韓式的年糕加热吐司的話，我覺得跟前面幾款比起来，他們的韓式的味道或者是說他們辣味都比較重，那這一款相反的，幾乎沒有任何的辣味或是就說韓式的醬啊泡菜的口味的感觉。那年糕我覺得也沒有特別的 Q 彈，稍微有一點難咬。7加热吐司本身就還蠻不錯的，所以它的口感外面的口感是還不錯，但是撇除加热吐司的应該有的口感的話，裡面我覺得表現沒有特別出色。這款我就倒還沒有特別推薦。那再來的話是這個韓式鐵板風味厚吐司，我們來開箱看看。吃完這個韓式鐵板風味厚吐司以後，我覺得比起加热吐司，這個我覺得比它前面還要強10倍。前面是烤吐司，會有它吐司應有的脆度，這個的話它是加熱的吐司，但是外表會偏濕潤一點。那我覺得這難以避免，因為在密封的塑膠袋裡面，吐司下去烤真的會比較濕潤。它整體的話還蠻厚的，那裡面的配料蠻充足的。它裡面有一點洋芋沙拉，加上火腿，還有起司，還有一個蠻厚的類似歐姆蛋的東西。那吐司外圍有塗了一層满滿的起司，但起司經過烘烤以後，搭配它裡面的餡料，還有吐司，還有它的歐姆蛋的话，整體口感非常好。非常有层次感，而且起司本身的香味没有因为加热或是微波食品，然后就不見了，或是變成很單一，就是好像就是為了加而加，沒有，它其實完全融合在這個吐司裡面，因為它起司算是蠻直接滲透到它第一層的吐司，就是蠻入味的。那火腿還算蠻有嚼勁的，因為有些火腿會像橡皮筋一樣難咬。歐姆蛋的話，它不是歐姆蛋，它是一個比較厚的烘蛋吶，然後加上它的洋芋，口感搭配的剛剛好。對，這個就還蠻推薦的，比起前面的加熱吐司會更推薦。對，再來這個是韓式辣味起司洋芋燒，這個洋芋燒打開是這樣子，就看起來有點像是韓式的起司馬鈴薯的感覺。我們來試試看看，這一款真的就有點像是韓式的起司馬鈴薯。對，但是它比較特別的是，它的餡料多了很多玉米啊、洋蔥啊，跟一般我們在夜市買到的起司馬鈴薯比較特別一點，沒有看過像這樣子加這麼多玉米跟洋蔥的。那它還有外面給的馬鈴薯是比較大塊的。可是我覺得可能我們台灣的起司馬鈴薯也蠻有名、蠻厲害的，所以當你吃過很多起司馬鈴薯的話，這個的話略顯沒有那麼出色。但是它因為有加入玉米的關係，它本身是有一點點微辣的，那加入玉米，然後又是有一種辣中帶甜的感覺，因為它玉米蠻甜的，玉米配上洋蔥搭配起來口感蠻特別的。但是我覺得它就是跟一般的起司馬鈴薯比較接近。如果真的要選這12樣去買的話，這個我可能會略過。然後再來是韓式洋釀拌拌炸雞，就是它的加熱的炸雞，它的話是這樣子，我們來試試看看。吃完這個，我覺得它這個炸雞跟 7的常態商品的有一款韓式炸雞，基本上我只能說99%相似，就是沒有特別或者說因為跟白種元它聯名會有什麼感覺。它雖然說是韓式的什麼紫蘇辣醬，韓國紫蘇辣醬，但是我覺得它其實基本上沒有辣味，就是幾乎是甜味，但本身好吃的啊，有一點不一樣。7常態商品的炸雞它也會帶骨，這個沒有帶骨。我剛剛用摸的，然後剛剛在吃，它的肉會比較大塊，比較扎實一點點，對，比較厚，比較大塊一點，可能單價比較高一點的關係啊。對，那7的常態商品的話，味道跟它是幾乎算蠻像的，只是說7的肉比較小塊，那比較小塊，比較硬一點，然後帶骨。那因為7本身的韓式炸雞就很好吃了，我剛剛說這麼多，並不是代表它不好吃，就很好吃了，但是它跟它前面的有點類似。那如果是因為想要去試吃看看聯名白種元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話，那這款的話沒有到特別推薦，因為它跟常態商品有一點像。最後一款我們要開箱的是韓式醬燉蛋，對，這個就是好像有點像是溫泉蛋，但是用韓式醬燉的。這個我也沒有試過什麼是韓式醬燉蛋，我們來開箱看看。那我們就來吃一顆蛋看看。
吃起來其實就像我剛剛說的，就是蠻像溫泉蛋的，就是它整體它給的韓式醬，其實基本上有點像是甜一點的醬油，就是我也不是特別覺得它有很大的特色，但我倒沒有特別推薦，我覺得直接吃台灣的溫泉蛋可能也不錯。韓式醬對蛋我也沒有到特別推薦。還有一個，這個是沉香葡萄柚紅茶，這也是跟百種園聯名的，沒有開箱到，我們來試喝看看。沉香葡萄柚紅茶跟百種園聯名的綜合果汁原汁大概是12% 左右，跟以前曾經喝過葡萄柚紅茶比起来，我覺得比起之前喝的還好喝非常非常多。也不知道是我太久沒有喝葡萄柚紅茶的關係，它整體的葡萄柚的香氣跟紅茶的茶味其實還蠻融洽的，就是喝起來蠻滑順的，不會說有些紅茶喝起來会有帶有點澀味，會喉嚨卡卡的。但葡萄柚有些会過酸，或是葡萄柚過於化學的味道。其實基本上，它這款葡萄柚紅茶不會，所以我還蠻推薦這款沉香葡萄柚紅茶。開箱 Seven 跟百種園聯名的12樣商品都開箱完了，讓我們來總結一下。第一個蠻推薦的是，剛前面講的粉紅醬拌飯，然後還有像雞湯也蠻推薦的，然後還有鐵板風味後廚師，這個品項蠻推薦。最開始開箱的奶油意大利麵我也很推薦，牛肉拌飯我倒還好，然後其他的炸雞我覺得就是像我剛剛說的跟常態新產品一樣。那洋芋的話就跟我們台灣的一些西式馬鈴薯有點類似，只是多了一些甜味。飯糰跟這個蛋我覺得就普普通通。我們總結就是真的很推薦燉飯、雞湯、意大利麵還有紅茶這4樣，我覺得極推，超級推。那其他話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斟酌看看。好，我們今天開箱就到此為止，謝謝大家。